狩猎开始。六级妖兽。 先吃我一点！还有点本事。小玄武阵，去！成色不错。有道是：山中无岁月，世上已千年。我的故事。 还要从200年前讲起。哥，快醒醒！娘烙饼了，让你赶紧回去。啊，烙饼？哪来的面啊？爹跟六叔正是。说出来啊，可能没人相信。我踏入修仙界的缘由，竟是一张饼，3碗面。来！青牛镇五里沟老韩家。 祖祖辈辈都是农民，多亏三弟使了3年，只有三叔在七玄门做了外门弟子，成了全村人眼中的贵人。你不是跟老张叔给孩子起了个大名吗？对于我这样的山村少年来说，考入七玄门是改变全家人命运的唯一机会。韩立，对，韩立，这个胖胖的家伙叫张铁，是我在村里最好的朋友。吃饼呢？俺有饼。 你也有饼，可以。俺爹跟牛叔借了3碗面给俺烙的，俺爹不让我现在吃。村里的规矩，出远门和办大事前，一定要吃白面烙饼，哪怕是用借来的面。只是借别人的东西一定要还，这也是规矩。那时我想着，为了还上那3碗面，为了眼前这些人。 我一定要考上七玄门。立碑的立呗。呸！你们家那才是立碑的立呢，我们家韩立啊，那是顶天立地的立。韩立。哦，对了，我有大名了，不叫二愣子，叫韩立，顶天立地的立。今年入门考试是爬山。 前7名到达山顶的入门，其余的回家。停！行了，前7名已经决出，你们这些后来上来的，都落榜了。回去吧。落选了，家里借的面咋还啊？不行，师兄。叫你吃那么多的，你知道吗？少吃2张饼。 你也就不至于只拿第9了。那我是第8。师兄啊！铁娃装上了。咋了？他是真病了，不是装的。铁娃，你没事吧？哪疼啊？莫大夫。你说他爬山前猛吃烙饼，吃了3张呢，又喝凉风，又爬山，要命啊！
没事了。算你小子命大啊！莫大夫可是我们七玄门王门主的救命恩人，大神医，还不赶紧道谢？谢莫大夫，谢莫大夫救命之恩，谢莫大夫。莫大夫，还是来挑选落选弟子的。那是明日顾问啊。您看他俩怎么样？就这了吧。跟我走。这地方好美啊！这地方叫神手谷，这是七玄门王门主特别拨给老夫的。当年我救过他的命。二愣子，那这以后就是咱们的家了吧？哼哼，那也得看你们俩的造化呀。哈哈哈哈哈！那墙上的字认得吗？不认得。不识字。就是。那你们会什么呀？会种地，师傅。别叫师傅啊，我还没答应收你们做徒弟。你们俩能不能留下来啊？还看接下来的表现。坐下。傻小子，天底下哪有那么便宜的好事啊？这叫三角椅，夹在老夫跟前待下，叫时刻当心这点。嗯，什么味儿啊？洗过澡吗？爸，海丽，我怎么觉得我晕乎乎的？这水怎么？张铁，醒醒，醒醒！嘿嘿嘿嘿嘿嘿嘿，到底是年轻啊，醒得还挺快的。你在水里下什么了？仙草露，臭臭的，你们可以闻闻自己，还臭吗？先前你们身上那个不是汗，是臭味儿，烦人的臭味儿。凡人的臭味儿。男人吃五谷杂粮，日月精华吸不尽，反倒把天地五浊集于一身，当然臭不可闻呐。你们没感觉到身上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嗯，有没有身心气爽啊？二愣子，我真觉得身上有香味儿，脑袋也不沉了。啊，好像是舒坦了不少。
你小子，我第一眼看见你就知道你是个有心眼儿的。有这么明显吗？你们这点小心思在我这里什么都不是。我要想救你们，还在海里面，一根手指头就行。不信你试试。不行，这样会被赶走的。谢莫大夫收留，您是我们的大恩人，以后我们一定处处听话，绝不惹您生气。不要害怕，我这么吓你们，是要你们搞清楚，在这谷中，谁是规矩。我的规矩只有3条，第1条，这谷中一应事物，样样都得上心。第2条，别和外边那些蠢蛋来往。第3条，也是最重要的1条，老夫会教你们一套口诀，需要时时练习，不得忘书。如果做不到这3条，现在给我滚下山去，免得浪费老夫的时间。记住了。承诺了倒挺快的啊。好，我到家看看你们怎么样兑现。哇，咱们3个人16个菜啊！莫大夫，我不饿，我看你们吃。这怎么好呢？肯定是您先动筷子呀。坐下，动筷子，吃。从明天起，就是你们俩伺候老夫了啊！别再让老夫照顾你们俩。这是啥肉啊？咋那么好吃？不是肉，是春根。春根是啥？就树根呗。春露解体正直，入药利于毛发和肌肤。采出之后啊，半生红蒸熟，蒸熟半日，去成细末。挂在五角南半，晾干，再倒上香油，就可以拿来和馅了。我还以为你是有饥荒的时候才吃树根呢。你说的吃是为了果腹，我说的吃是为了修行。修行？你们吃饱了，赶快去歇息吧。明天早上别忘了，文艺起舞，沐浴焚香。来学口诀。什么口诀呀？还要沐浴焚香？你还有闲心给他们洗澡做饭？赶紧揪口诀，看看有没有灵根吧。别又是些榆木疙瘩。好了，去！哎呦，莫大夫早！起床了，太阳晒屁股了。我们刚沐浴更衣完。你不觉得奇怪吗？咱们和师傅处了这么久，从来不知道他会武功。人人都有秘密。再说那小绿萍的事，咱不也没告诉他老人家吗？师傅是真把你当亲儿子疼，你还怀疑他。俺练仙甲功练了那么长时间，遭了那么多罪，挨了那么多揍，俺
儿说啥了。那能一样吗？他杀人了呀！武岩那是野狼帮的人，是七玄门的叛徒，该杀。而且师傅那不也是为了救你？那就更奇怪了。我有这么重要吗？你当然重要了。师傅把最好的都给了你，教你学医认字儿，那总不能是害你吧？下雨了，睡觉睡觉。张铁，张铁。难道真的是我想多了？您真的要下山啊？你的修炼不长进啊，确实和药效有很大的关系。所以我想了很久，决定还是要替你去寻找好药啊。可您的身体吃得消吗？要不我和您一块儿去吧？对，不用。张铁，你给我留在家里面，照顾着韩立的修炼。等我回来，要是毫无进展，给你好果子吃。哎，回去了，不要送了。走了。此后的1年多，莫大夫经常下山寻药，一走就是2、3个月，一切仿佛又回到了从前平静的样子。厉师兄，我是韩立，厉师兄。你的病很奇怪，我只能用银针暂时封住你的穴位。你之前吃过什么药吗？就此。是这个。此物是由荷兰、西尾花、蓝银卵等20-30种罕见药物炼制，外表红色，有奇异腥臭之味。一旦服用，痛入骨髓，故名抽髓丸。这个药可以激发潜能，提升功力，但最大的问题是会透支生命，且副作用极大。我劝你还是把这个药给停了吧，再吃下去，你最多只有10年的寿命。给我一个不杀你的理由。我救了你的命，这还不算理由吗？说实话，在救你之前，我也想过可能会遭你灭口，但我也没想到你翻脸这么快。我发誓，此事谁都不会说。发誓等于放屁。师兄一定知道，我是莫大夫的关门弟子吧？那老头弟子多了，关不关门不重要，
重要。我跟他学的医，你的病，我也能帮你。这药副作用极大，发作时疼痛难忍，生不如死。我即便救不了你的命，但也有办法让你好受一些。什么办法？师兄的刀还架在我脖子上呢，我脑子发懵，想不起来。韩老弟，适才为兄做的不对，兄弟今日救了我一命，又发誓帮我保守秘密，算厉某欠你个人情。3日后，我会把药配好，就在此地会合。一言为定，绝无食言。险些引火上身，以后再也不随便出手了。不过，适才厉飞宇说的，师父有好多弟子，怎么从未在此见过旁人？张姐，哎，你回来了？哎，你咋了？一头汗。我不是赶回来吃饭吗？哎，正好饭好了。今天都做什么菜啊？水银缸、清清饭，全都是老几样。啊。哎不，你醒了？你在这坐了一天一夜，你知道吗？我昨天早晨出去砍柴的时候，你就坐在这儿；我中午回来吃饭的时候，你也在这儿；我睡了一觉睡醒了，你还在这儿，你一动不动。我要不是探了一下鼻息，我还以为你已经死了呢。有这么久？这个饭我来来回回热了好几次，我不骗人的。好快啊！我只是做了一个梦。师傅好像回来了，我去看看去。一天一夜没吃饭了，我怎么都不觉得饿呢？难不成是口诀的功劳？都说仙人才不会饿呢。快来！韩林，师傅不行了！你快点儿！我也不会医术，师傅快不行了！师傅，快点儿！韩林，快！去拿水！师傅，
才华是你吗？师傅，是我是韩立啊！没事的啊，没事的。您吃完药就能好了。师傅，韩立，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呢。哎呦！师傅，你抓疼我了。天哪！得突破第3层啊！徒儿不知啊，徒儿修炼时，好像是入了迷，恍如做了个梦，梦里自己肚子上有个漩涡，还能吸收天地灵气。这是第3层了。傻孩子，这不是梦。张天，去，药柜左手第3层第2排，一个小盒里面有个小白瓷瓶，过去拿去。我去。那不是梦，那不是梦。孩子，这天终于来，我太高兴了。那叫入定，那叫内视。爹老天不负我，这一天终于。抽髓丸。这抽髓丸的坏处，连厉飞羽都知道，师傅有机会不知。师傅，好徒儿啊！我的好徒儿啊！哎呀！还累，老天不负我，不负我！师傅的眼神透着一种令人不安的贪婪，就好像他不是在看一个活人，而是在看一件东西。韩老弟还真是守时啊，说3日后50，还就真是50正点。这只是1个月的。为什么这么少？我现在手头上的药材都用光了，其他的还需要再凑。1个月就1个月吧。谢谢韩老弟。哎，什么意思啊？这药呢是用犀牛角做引，抛开其他成本，你给我2两就行了。可否下个月？厉师兄没钱，那可以用其他的来抵。我瞧着，你这刀就不错。这把可不行。那只能用人情来还了。又是人情，那你就有什么事都找我，我为你2肋插刀。这抽髓丸，你为什么要吃啊？想要在这江湖之中站稳脚跟，总需要一些手段。以前我觉得人生苦短，不争岁月，只争朝夕。这要能给我想要的，损失些寿命又如何？只是现在才觉得，不说这些了。这药我先拿走了，下月见了。哈哈哈。不争岁月，只争朝夕。那师傅要争的是什么呢？师傅，锅来了。哎，师傅，其实我忙活了1下午，就找这个锅。哎，人家还跟我说不用着急还，咱用完了给他就行。师傅，给您下点您爱吃的豆腐。
好，难得张铁这么一个孝心啊，不如咱们师徒三个，啊，喝几盅，啊，行。师傅，当心身体啊！那个戴面具的是谁？口诀练得怎么样？您问的早了，还没到时间呢。世间这么大，无论到哪儿啊，为师总惦着你。莫大夫脸上的死气越来越重了。伸手。既然你欺瞒在先，我也没必要入室相告。第5层的厉害之处，就是可以操纵体内的真气强弱。如果修为控制在第3层，他就发现不了了。哼，早说过，别在我跟前耍小聪明。您打算怎么处置我？不错，不愧是我选中的人。现在还能够面不改色，不过你放心，不会有事的。1年之期还未到，可是已经这么久了，为什么你的修为还停留在第3层啊？我尽力了。你可知道，为师上次给你吃的是什么？先吃下这个。那药叫尸虫丸，或者那也不叫药，是某种秘法炮制而成的虫卵。吃下去之后会在体内潜伏下来，不过放心，这段时间之内你绝对安全。只要在1年之内按期吃我特制的解药，那么那个虫卵呢就会自动消融，不会留下任何隐患。否则的话呢，那个虫卵就会在体内吸收养分，孵化出壳，然后把你的大大小小的内脏吃个精光，让你在痛不欲生当中折磨死去。啊，对了，前些日子我还去了趟青牛镇，啊，远远的看到你一家子都过得挺好的，还吃着大烙饼。看见你的妹妹出落成大姑娘，很俊俏。我保证，3个月，我练到第4层。这就对了。好了，为师这几个月就待在这谷里，什么地方也不去了。啊，这是为师千辛万苦给你寻觅来的丹药，对你练功大有助益。往后3个月，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你放心，为师不会再监视你了。只是，到时候还没有达到的话，那么3个月之后就是你我2人的死期。还有最后3个月，我得抓紧了。
这龟儿子还学会制毒了，我没教他这方面呢。这臭小子心狠手辣，翻脸不认人呐。我才习武不久，想胜过莫大夫这样的高手，不能靠寻常办法。厉飞宇帮我找了一套名为眨眼剑法的秘籍，说是最适合我这样没什么基础的人来练。其实与其说是剑法，这更像是一门暗杀之术，讲究的是如何利用环境布下陷阱，用光线折射来诱导敌人，最后一击必中。终于修炼到第6层了，五感都有新的提升。远方泉水流淌，近处飞虫扇动翅膀的声音，都能感知得一清二楚。魔族为火，五欲大乱。上神秦尘降世，除魔未到，荡清宇内。被尊为武神。皎皎明月与君语，潺潺流年与君同。芸芸花落与君老。陈哥哥，希儿，你说这天道究竟是什么？日月与卿，朝为日，暮为月，卿为朝朝暮暮。我只想与陈哥哥相伴一生，哪管这天道是什么？天道是天之恩惠，想让我们在这天道轮回之中感受芸芸众生。陈哥哥，我们是五欲之主，这众生的生老病死、喜怒哀乐，又与我们何干？希儿，你不懂。众生皆苦，就犹如这花瓣一样，只
只为了绽放的刹那，便会消散如烟。希儿，我们希儿，你陈哥哥，别怪我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难道不知道为什么吗？你根本就不懂我。希儿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要如此对我？少羽，雷电河。奸臣，看我的星河绝印！哼，奸臣，就算你修行绝世，也难逃我的手掌。清晨，你中了天绝之毒，一身神通十不存一。我劝你乖乖束手就擒吧。困住我，没那么容易。铁魂剑术。
希儿，别让他跑了！追！秦晨，无论你怎么逃，也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。希儿，少宇，你们为什么这么做？你们一个是我最爱的人，一个是我兄弟。为什么？清晨，在你出现之前，我和少宇便是两情相悦。之所以愿意和你朝朝暮暮，不过是为了利用你。本想把你当做一个踏板，没想到你这个家伙还挺有能耐，一路开疆拓土，替我建立了天武帝国，也不管我这么多年和你虚情假意的做兄弟，还要忍受日复一日你和希儿卿卿我我。和你相处只会让我感到厌恶。我和少宇早就约定好了，等我们成为9天5地之时，便是你命丧黄泉之日。届时，我就能名正言顺回到他身边。秦晨，我承认，你的确是个人物，能凭一己之力在五域成为一代传奇。很可惜，今日你就要命丧于此，成为我开国的祭品。不过，看在多年兄弟情分上，我可以饶你一命，只要你留下一样东西。你们已经夺走了我的一切，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给你们的了。你闭关多日不出，想必一定是在研究从神禁之地带出来的那件神器。只要你留下的，我可以留你一条命。我前尘看破了天机，却没看透人心。我追逐了半生，都在与天命抗争，没想到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。少宇，你还是不懂我。我前尘贪生，却从不怕死。小心！想死没那么容易，你就算死了，我也要斩断你的三魂七魄，让你永世不得超生。陈二。陈二，
我这是……你终于醒了，晨儿。我这是在哪儿？娘亲还以为你永远都醒不过来了。娘，你怎么会被人打成这个样子啊？听学院的人说，你和魏家公子爵都是真的吗？他怎会对你下此毒手？这不是存心要我孩儿的命吗？别杀我！晨儿，你怎么了？虽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我好像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，梦里的一切感受都是那么深刻。上官希阳、冯少宇，他们都是谁？冥冥之中，似乎有一种命数，让我脑海中多了这样一段记忆。没事吧，晨儿？我没事。你都已经昏迷3天3夜了，吓死娘亲了。以后再也不许你行事如此鲁莽，听到没有？如果你要是不在了，你让娘亲一个人怎么活？孩儿知道了。晨儿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快喝下这汤药，补补身子。娘亲年轻的时候，号称大选第一美人，是王都无数王侯公子爱慕的对象。提亲的媒人带着礼物踏破了门槛，甚至于当今圣上听说娘亲的美貌，都有意纳她为妃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娘却突然离家出走，消失在众人的视线里。3年后，娘才回到秦府，怀里还带着一个婴儿。未嫁生子，这在整个天武大陆都是极为忌讳羞耻之事，属于不守妇德。若不是我的外祖父力排众议，以秦家的血脉名义收留了我们母子俩，恐怕我跟娘亲早就被逐出秦府，流浪街头了。晨儿，虽然这一次你没有觉醒血脉，但是不要紧，以后还有机会。没有觉醒血脉？哪怕你成为不了一名强者，也没有关系。娘会一直保护你的。娘，你放心，孩儿不会被这点挫折击垮的。既然如此，娘就放心了。
小姐，开个门还这么慢吞吞的。胭脂，晨儿刚醒，身体还很虚弱，你不要惊到他。哎呦，原来陈少爷醒了，那可真是恭喜了。你来干什么？陈少爷就别自作多情了，我可不是来找你的。大小姐，你和我们夫人的约定应该没有忘记吧？晨儿，你好好休息，娘出去一趟。娘，你要去哪儿？我跟你一起。傻孩子，娘就在这王府之中，你好好休养身体，娘亲去去就回。娘，你告诉我，你跟赵夫人到底约定了什么？一个半死不活的人，问那么多干什么？本姑娘告诉你得了，你娘答应了我们夫人，今天和齐王爷见面。现在齐王爷已经到了大厅，就等你娘过去了。你可别坏了我们夫人的好事。你说齐王赵启瑞，赵凤这到底安的是什么心？竟然让我娘去见赵启瑞那个混蛋！你滚出去！你是什么？大小姐，看你教的好儿子！你和齐王爷的事情，当初可是你亲口答应的，想反悔不成？不可能！赵启瑞那个狗东西，之前来找过我娘多少次，都被我娘一口回绝了。我娘怎么可能答应他？这你得问你娘亲了。晨儿，你伤病初醒，当心伤了身子。娘只是去见他一面，不会如何的。娘，你现在去见他，岂不是往火坑里跳？陈少爷还有脸问？当初你与人私斗，昏迷不醒，眼看就要活不成了。你母亲恬不知耻的在我们夫人门外跪了一夜，求她赐下回神丹。要不是我们夫人……你住嘴！赵夫人当初可是答应过我，不会将这件事情说出去。母亲为了救我，却受了这般屈辱。大小姐，别说了，我跟你走。娘，我们哪儿都不去，从今天起，孩儿不会再让您受半点委屈。至于你，现在就给我滚出去！叫你一声陈少爷，还真当自己是个少爷了？放肆！别忘了你的身份，你只是秦府一个丫鬟。哎呦，大小姐还跟我显摆起来。夫人早就料到你会出尔反尔。来人呐！将大小姐带到客厅去，别让夫人和贵客久等了。大小姐，得罪了。谁敢动我娘？你这个废物！别忘了这个家是谁做主，还不快将大小姐带到客厅去！夫人怪罪下来，你们担待得起吗？陈少爷，是赵夫人让我们带她走的。倘若你执意阻拦的话，就休怪我们两个不客气了。不要命的话，可以试试，我看你们谁敢动我娘！你们这群狗仗人势的东西，信不信我按家规把你们流放3000里，一辈子翻不了身？胭脂姑娘，她秦晨毕竟是秦家的人，当真把事情闹大的话，咱们这些下人可没好果子吃啊！哦，是谁要流放谁呀？夫人，这么小的事儿都做不好，我平时怎么教你的？奴婢无能，请夫人责罚。先退一边去吧，丢人现眼。是。哎，月池妹妹，别来无恙啊！没想到啊，我这外甥昏迷了几天，变得这么有胆量，居然要流放我的人，哼，还真是长志气了。赵夫人，晨儿她还年少，
只是一时冲动，口无遮拦，还请夫人不要同他计较。年少，身为秦家子弟，不知勤学好进，却在学院与人私斗，还在这里大放厥词，欺辱下人，违反秦家家规，该当何罪啊？晨儿他并非有意。该当何罪的人，应该是你吧？哼！你身为秦家主母，却纵容下人随意欺辱秦家子弟，这就是你所谓的秦家家规。你和王都声名狼藉、为人不齿的淫徒来往，这就是你所谓的妇德。哎，我今日是特意来看月池妹妹的，你怎么连本王爷给骂了？你胡说什么呢？齐王爷，那我家王兄说的没错。这个赵夫人祖上与王氏也有些渊源，称我一声王兄也不算僭越呀。我可没说你就是那个淫徒吧？既然你已经说出来了，那我就直说了吧。即使身为兄妹，私下幽会，也的确有违伦常之举了。赵夫人，你身为皇上御封的诰命夫人，本应该成为天下妇人的表率，行为端庄。此事若传出去，秦家还如何在大玄国立足啊？你简直胡言乱语！来人，给我拿下他！谁敢动我晨儿？大小姐，抱歉了。秦晨，你竟还敢还手，这可是你逼我的！来人呐，家法伺候，以儆效尤。大胆，还不快把剑放下！放下！晨儿不要！娘放心，孩儿自有分寸。我警告你，不要太过分了。我看过分的是你吧，赵凤。以后谁再敢打我娘的主意，下场就如同此晚。赵夫人，你不是说跟月池妹妹说好了吗？齐王爷，你听我跟你解释啊！解释什么？哼！月池妹妹，今天这事儿，本王并非有意冒犯。这么多年来，我对你的真心，难道你还不明白吗？齐王，请自重。啊，月池妹妹，闭嘴！如果你再往前一步，杀无赦。秦勇，别在门外站着了。是。把他给我就地正法。陈少爷，你还是束手就擒，乖乖听从夫人的发落吧。想让我束手就擒，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既然如此，恕老奴僭越了。哼！都给我住手！侯爷，侯爷，侯爷，你来的正好。今天这小畜生简直反了天了，不仅打伤了护卫，还弄伤了齐王爷。够了，你还嫌闹得不够吗？这可不是我要闹，是这个小混蛋，他是你外甥，他要是混蛋，我们秦家是什么？你身为秦家主母的仪容呢？秦王爷，我秦家管教不严，让你见笑了。你还有脸说？你看看，我现在成什么样子了？你秦家子弟，都敢对本王动手了！哼！月池妹妹，
让你受惊了，你没事吧？秦远红，今天这事儿，我倒要看看，你怎么给我交代。今天这事，秦某自会给王爷一个交代。不过王爷今天到毕府来看舍妹，这事儿传出去不太好吧？秦某府中还有要事要处理，就不留王爷了。秦远红，你好大的威风啊你！今天这事儿，咱们没完！哼！不送。王爷，还有你们，该干什么就都干什么去。是。是。走。哼。秦晨，长出息了，都敢动手伤人了。刀剑无眼，快收起来！三妹，还在怪大哥吗？侯爷，月池不敢。当初你背着家里出去，又未婚生子，给秦家带来多大的影响？我身为家主，也是出于无奈才……月池不怪侯爷，一切都是月池自作自受。唉，过去的事不提也罢。今天的事，我可以暂时不追究。半个月后便是天星学院大考，你必须在大考前完成血脉觉醒。好让王都的达官贵人们都知道，我秦家的子弟个个都是人中龙凤，而不是废物。娘，娘，没事吧？娘没事。娘，你饿了吧？娘给你做点吃的。好。晨儿，快吃吧。慢点。晨儿，你舅舅官拜中郎将，封安平侯。他是一个极其铁石心肠之人。这一次，他没有罚你，不是他的行事风格。娘是想说，他今天表面上放了孩儿，但其实是等孩儿通不过学院大考，到时候更有理由一并处置孩儿。我的晨儿懂事了。娘，你放心，孩儿一定会觉醒血脉，然后通过学院大考的。娘相信你。以晨儿的年纪，血脉觉醒已无可能。但是，身为母亲，能做的只有相信她。晨儿，哪怕我们不在秦家，我也会。娘，就算你现在就要离开秦家，孩儿也有能力养活你，一定不会再让你受到半分委屈。
陈儿，你的修为怎会？孩儿在睡梦中修为好像有了些提升。睡梦。秦远红，你今天到底怎么回事？竟然帮着那个小畜生，还在那么多人的面前扫了齐王爷的脸面。你说说，你到底是个什么意思？你问我，我还没问你呢。你一天到晚在府中干了什么事？我还不是想让秦月池尽早离开秦家，省得那个小畜生以后霸占我秦家的家产。倒是你，竟然放过那个小畜生！哼，我就知道你们秦家没一个好东西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怎么胡说八道了？秦月池做出这等人神共愤的事儿来，你父亲非但没赶他走，还将他娘俩留了下来。现在那小子也姓秦，将来定会威胁到凤儿的地位和家产。我这么说，难道不对吗？你也知道父亲记挂着三妹啊，今天就把齐王带到府里来，父亲的脾气你是知道的。今天的事让他知道了，看谁能保得了你。难道就这么让那个小畜生在秦家待下去吗？所以我跟你说要忍。秦晨到现在连血脉都未曾觉醒，此次学院大考他必然通不过考核，到时我作为家主即可将他赶出秦家，那时候父亲也不好说什么。倒是你一天到晚尽在胡闹，真是妇人之见。哦，原来你打的是这个主意啊。不然你以为呢？你个妇道人家，只会坏事，能干什么呀？也对，秦家子弟个个武艺超卓，若是那个小畜生通不过学院考核，届时再将他逐出，到时老头子也无话可说。哼！秦晨，我看你还能蹦跶多久？哼！为了娘亲，必须尽快变得强大起来。第一步，觉醒血脉。夫人，那小子一直待在屋里，并未出去。属下要不要继续派人盯着？不必了，短短半个月时间，他又能掀起多大风浪？这一次，那小子铁定会被逐出秦府。哼！啊！无法觉醒血脉，原因无非有二：一是这体内的气脉太过稀薄；二是这副身体出了什么问题。
这是我在神境之地得到的一把神秘古剑，传说是从天界流传下来的。你整日闭关不出，一定是在研究从神境之地带回来的神器吧？只要你留下它，我可以留你一条命。风少宇和上官希儿想要得到的，便是此物。这体内的气脉已经全部定型，想要觉醒血脉的话，这能破而后立。陈儿，娘，我出去一下，去就回。注意安全。哦。可不要再惹是生非啊！终于到了。炼制天脉神针的材料十分珍惜，就是不知道这气殿里有没有。寻常人来到气殿必定战战兢兢，此人年纪轻轻，气势不凡，想必定不是寻常人家的公子。这位公子，欢迎来到气殿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？我想购买几种炼器的材料，不知道你这里有没有啊？公子说笑了，连气殿都没有的炼器材料，您就是翻遍整个大玄国也未必找得出来。公子，您这怕不会是写错了？我在气殿待了4、5年，这上面大部分的材料，我可从来没见过。这大玄国果然是地处偏远。我也将那几种高阶材料都换成了普通材料，没想到还是没用。若是不能炼制成天脉神针，就没有办法破而后立。公子，您在说什么？哦，没什么。我跟你换几种材料吧。有笔墨吗？有，公子这边请。灵山郡主，郡主，灵山见过秦奋公子。郡主啊，你此次前来气殿，所为何事啊？家父让我来拜见梁宇大师。正好，我也有要事要找梁宇大师，不如我们一同前往。行。哎呦，这不是秦晨弟弟吗？听说你连血脉都还没有觉醒，怎么，这当不了一名武者就改行当炼器师了？秦奋公子，这位也是你们秦家子弟吗？灵山郡主啊，这位就是我姑姑的儿子，也是我秦家那一位私生子。
原来是他。秦晨，这里可是气殿啊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这几种材料你有吗？什么材料？让我看看。黑曜冥石，这东西价值千金，你也买得起啊？还有这些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你也知道黑曜冥石啊？我为什么不能知道？今天就让你开开眼。这是我父亲花了38000枚银币，从通天阁拍卖行买下来的，想找梁羽大师为我炼制一把宝兵。睁大你的眼睛，好好看看。你，秦晨，你连血脉都没有觉醒，出来肆意招摇，简直丢我们秦家的脸！你现在这语气，还真是越来越像你母亲了。你居然敢这么跟我说话！秦范公子，请住手。两位公子，这里是气殿，严禁私斗，否则不管什么缘由，都会严厉处罚。拜见梁羽大师。今天算你走运。拜见梁羽大师。炼气师，在下秦奋，安平侯次子，想请梁羽大师用黑曜冥石为在下炼制一柄宝兵。你想炼制什么？一柄3尺利剑。黑曜冥石乃顶级炼器材料，只需一点点便可。家父说了，此次炼制无论成败，剩余石料全由梁羽大师自行处置。好，我答应了。多谢梁羽大师。梁大师，晚辈赵灵山，家父赵静，这是家父给您的一封信。原来是灵山郡主。这难道是？我和康王爷有些交情，他在信里说，你想成为我的弟子。是，晚辈想成为一名炼气师。我收弟子，向来不问身份来历，只问天赋资质。你若不合格，即便是康王爷的女儿，我也不会收的。晚辈知晓。那好，你跟我来吧。你跟过来干什么？晋升。你习武已久，武道天资方面已经足够了，只要过了灵力测试这一关，我便答应收你为徒。现在，将你的灵力输入到这根石柱中。是。
成为一名炼器师，最重要的是灵力天赋。唯有强大的灵力，才能在兵器中篆刻下各种铭文，使普通武器能够成为一柄宝兵。灵力强度够了，松手吧。接下来，测试灵力天赋，将你的感知融入到这块水晶中。还算不错。梁大师，我通过了吗？从今天起，你便是我梁宇的第9名弟子。弟子拜见师父。恭喜灵山郡主拜师成功。多谢秦奋公子。灵山郡主客气了，能够陪灵山郡主前来，是我秦奋的荣幸。闲话说完了，你们2个可以走了。是。灵山，您跟我来。你叫梁宇？秦晨，你疯了吗？竟敢直呼大师名讳！大师，舍弟不懂规矩，还请梁大师见谅。你应该刚成为炼器师没多久吧？秦晨，看在你还年少的份上，我不和你计较。现在，给我滚出气殿！想要成为一名炼器师，就必须炼制一把宝兵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当年考核炼制的应该是一把火属性的宝兵。你怎么知道？我不光知道你炼制的是一把火属性的宝兵，我还知道你就要死了。秦晨，你再胡说八道，小心回去我禀告父亲，将你和你娘逐出我们秦府。梁大师，还请不要动怒，我们现在就走。现在想走，晚了。梁宇，只有我能解你的毒。如果我是你的话，绝对不会出手。你从何处知道我中毒的事？你运动真气的时候，天门、中枢2穴，是不是会感到不适？哼，真是可惜呀！好好的一个炼器天才，如今就要经脉尽废，变成一个死人了。你究竟是谁？师父，你没事吧？你们都给我退下！听到了吗？都给我退下！刚才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？你在考核时炼制的宝兵，主材料是赤岩石。为了中和赤岩石的灼热性，增强其延展性，在炼制过程当中，你增加了绿魅石。我说的对吗？绿魅石是制作魅毒的主要材料，最经不起炎性物质的催发。你为了通过考核，居然用了这等手段，如此投机取巧，如何配得上你炼器大师之名
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一派胡言。魅毒并不致命，所以你当然无所谓。但是你为了解毒，服用了大量的解毒丹。解毒丹的主材料可是寒属性的空灵花，它非但没法帮你解掉魅毒，而且会让你的魅毒在体内巩固下来。你不会不知道吧？哦，我忘了，你只是一名炼器师，又不是一名炼丹师。竟然被这小子说中了。为了去除魅毒，我花大价钱购买了一枚特级解毒丹，谁知道服用之后，魅毒非但没有好转，反而浑身经脉都疼痛起来。不过你既然不肯配合，我又何必多管闲事？你还有半个多月的时间，准备好后事吧。且慢，这位逍遥，你真有解毒之法？你不是说我危言耸听吗？在下有眼不识泰山，还请阁下见谅。如果信我的话，我可以帮你。带路吧。去哪儿？你应该有自己的炼器室吧？我想炼制一样东西。这边请。啊！不知小友想炼制的究竟是何物？小友是从何处获得这张图纸的？这你就不用管了，只管帮我炼制即可。墨迹还未干，莫非是什么传世之作的临本？不，即便是临本，光是这娴熟的笔法，也一定是出自大师之手。这精细程度令人惊叹，毫无瑕疵可言。你还要看多久啊？这神针的精妙程度远超想象，至少要炼器宗师才能炼制，我恐怕无能为力。这些你都不用担心，我会指导你炼制。你？那炼制的材料用什么？就用你方才得到的黑曜冥石。这可是安平侯二公子嘱托我炼制宝兵用的，用掉了，我该如何解释？你自己应该有办法吧？再说了，是炼制神针还是宝兵，你应该心里有数。我要如何才能相信你？宜晨不宜急，运气的时候避开鸠尾穴。不出多时，经脉的疼痛会全部消除。确实好多了。此法呢，只会帮你暂时得到缓解。等你事情办好之后，我会将解毒的方法告诉你。别耽误时间了，开始吧。实在是太慢了。你在黑曜冥石上撒一些石华粉。石华粉？这东西撒在黑曜冥石上有什么用？岂不平添杂质？
变成了一块废料。让你加你就加，届时跟杂志一起剔除即可。这是你让我加的，废掉了黑曜冥石，可别怪我。愣着干什么？剔除杂志？